Hello， 大家好，再一次欢迎收看我的频道，我是 Watchmaker Andy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童话的故事，就是青蛙王子。当我在说青蛙王子的时候，大家都懂我准备要说什么了。对，就是劳力士的 Submariner 科米。如果大家知道这个 Submariner 科米就是16610 LV 这个 model 的话，都知道这是50周年纪念的这个纪念版。这一个我们也称为这一个劳力士绿水鬼。那这个劳力士50周年这个科密的面世呢，是在2003年在这个巴塞沃里面正式的推出。那当时候这个有一点古灵精怪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，却带来很多人的质疑。可是大家回头看，现在这一只表已经炒翻天了。那大家所知道，劳力士一直来都以绿色为主，而且成为他们一个企业性的一个代表颜色。所以呢，16610 LV 这一个型号出现呢，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里程碑。他们在设计这个 LV 型号的时候呢，他们想创作一个与众不同的产品，但又不能够失去原有水鬼的这种的 DNA， 所以16610这个绿水鬼就面世了。那当中这个 LV 代表着什么意思呢？在法语里面，它的这个名字叫做 Renouveau。我们亚洲人说起来有点卡哦 ，Renouveau。那在法语里面呢，这代表是绿色的意思。绿色这个颜色呢，本来就非常醒目的，以这个绿色的表盘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外圈材质是用这个铝圈所制成的，随着时间的增长，慢慢的发出了一种独特的性格。我相信有些人很喜欢，有些人不一定喜欢。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喜好。那这个16610 LV 从开始2003年出产呢，一直到2010年左右呢，大概前后有7年左右的这一个生产期。那当中出现了许多的变化，在市面上流传的大概有5个版本，或者我称为5个版本加1，就是6，总共有6个版本。那除了 Mark 1、Mark 2、Mark 3、Mark 4、Mark 5之外，为什么多了一个版本呢？那就是我们进去这个劳力士维修中心更换出来的这个表盘，更换出来这个表盘的确跟这个前面的5个版本是有点不一样的。在这个外圈上，这个 bezel insert 呢，大概有5到6个不同的版本，由浅到深绿色。那当中最闻名就是这个 Flat 4。当中有这个 Y 字头开始的，就是 Y 9头的系列开始呢，这一个版本呢，基本上在市面上是比较少有的，而且是带有这个 Flat 4。那如果发现到这样的版本，大家别错过，必须要拥有它，因为它绝对是在整个市场上仅有少有的这一个值得收藏的一个版本。好，今天跟大家来到介绍这一支16610 LV 这个版本呢，是佩戴着这个 Maxi 表盘，或者我们所认识的 Maxi dial。当然，一样的这一只表里面配上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3135机芯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这3135机芯就是有这个48个小时动力储存。那这一支 LV 呢，我个人觉得是有史来比例是最好的这个水鬼。比起现在这个 Hub 这一支用的是40毫米，然后呢，一样的佩戴这904L 不锈钢的材质所制成的。我相信它会让你感觉到戴上去有一种复古的气势，或者这么说吧，因为它的表带是空心的，所以你感觉到有一点的复古的感觉。可是它却有这一个绿色外圈，让你感觉到更有现代的这个风格。那大家所知道，科米或者说这一个 LV 最议论的就是这一个外圈。所以呢，整个的这个科米最重要的元素就在这里。那在过去，基本上大家所知道的应该有5个版本。那这个5个版本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个颜色深浅，包括这个 Flat 4也一样有5个版本。这个 LV 的这一个表款呢，在这个表壳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在这个16610的表壳刻度上呢，旁边多了一个 T。那这个 T 代表什么呢？这个 T 在法语里面发音叫 Tourbillon， 那其实有点难读了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盲孔，盲孔就是说没有孔的意思，就是无洞口的表耳。另外呢，怎么样去分别 Mark 1、Mark 2、Mark 3、Mark 4或者 Mark 5呢？主要都是看在这个 Swissmade 6点位不同的版本、不同的时级，它的整个排法、偏法都不一样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劳力士的字体跟下面的 Oyster Perpetual Date 当中的排版也有一些微调，这个东西就要大家慢慢去研究。今天我只介绍这一个 Mark 4给大家。
那当中除了这一个 Swissmade 的排法之外呢，就是这一个 logo 下面的劳力士这个字体当中，这个 Rolex 的 O 有一些是分椭圆形，有一些是全圆形，所以这当中这个也是挺玩味的。那不同的这个版本就出现不同的这个字体的大小。当然，整个的 Oyster Perpetual Date 的排版也有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那这些一点点的不一样，就形成我们在市面上所提的 Mark 1、Mark 2、Mark 3或者 Mark 4到 Mark 5了。关于这些不同的版本呢，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可以搜寻得到。那这东西我们多看多学习，很快就很容易上手了。好，重点。这款16610 LV 绿水鬼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收藏呢？我个人有2个原则。第一，那首先必须是full set，然后是在 unpolished 的情况底下呢，这只表收吧。那第二种情况，可能大家会纠结，可能这只表已经不见了那个保卡，或者经过很多手已经做过这抛光处理，或者当中一些缺陷，或者更换过一些外观件，当然是保留所有是原装劳力士配件。如果这样的情况，只要你喜欢，真的别想太久，马上拥有，因为它前半世你来不及拥有，那下半辈子你尽情拥有吧。这只青蛙王子在5年后、10年后、10几年后或者20年后呢，会不会从青蛙王子变成青蛙国王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那介绍了这么多有关这一个科密或者这个青蛙王子这个系列当中，那大家有没有一个冲动想去收集它呢？最后听说有个神话，当时候在2003年在公布面世这个科密的时候呢，当时候的海报是呈现这个表格上是有洞的、有孔的。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所看到都是无孔的。那到底这个有孔的这个16610 LV 的版本是不是有存在的？听说全世界不超过10只。那如果真的有幸让你遇上的话，别错过，必须要拥有它。好，今天简单的有关这个青蛙王子科密50周年的这个绿水鬼的版本的这个分享就到此为止。那谢谢大家的观赏，那你的点评、你的赞绝对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是 Watchmaker Andy， 谢谢大家观赏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